全球冰封狂潮末日降临，我重生后贷款1个亿，买下豪宅，打造成末世堡垒，在庇护所4周安装了坚不可摧的护栏，还囤积了大量的武器弹药，以及未来几十年可用的所有药物，打包大量食物，全部储存到了自己的异空间。因为上一世我被渣女白小倩迷惑打开，把家里的吃的给了她很多，到了最后，她竟然还把我给嘎了，还要挖掉我的肋骨熬汤啊！思索了一番之后，德发才想到自己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那就是生命之源。我去怎么连水这么重要的东西都能忘了？到时候外面普遍都是零下6、70度，而且出门就意味着可能会有危险。德发想了想之后，他直接通过外卖平台下单，购买了大量巨大的储水桶，足够自己使用。几个小时之后，外卖小哥就给德发送上了门。看到德发买了那么多物资，周围的邻居们全都在议论纷纷。张德发是不是有什么毛病啊？又不是末世囤那么多物资干嘛？对呀，前几天他们家装修，我看到不少人抬着起码10几厘米厚的钢板，可能是脑子坏了，学人家电影里面搞什么末世堡垒呢？我也在很多视频里面看到过一些有钱人闲得无聊搞那种东西，这不完全是杞人忧天吗？是啊，现在又买了那么多大水桶，他该不会以为黑市是将来会缺水吧？估计脑子有瓦特了。现在你们就笑话老子吧，等到寒冰末日来临的那一天，你们就会明白自己现在有多愚蠢了。德发，你买那么多物资到底是干啥的？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和我说，我给你搭把手。保安大叔一直尽职尽责。前世的时候，他为了帮助一对即将饿死的母女，把自己最后的粮食捐献了出去，自己活活饿死。保安大叔人也不错，把还是给他提个醒吧。今年气温有些反常，我有内部消息，这个冬天很不好过，为了以防万一，你最好也多囤点吃的喝的，免得到时候物资涨吧。德发，真的内部消息靠谱不？你看看我都准备了这么多东西了，你可以囤点泡面和矿泉水，这些东西也不怕买得多。一旁的刘大爷闻言却走过来，对德发说道：你可千万别到处说这种话，现在这个和平时代怎么会缺少物资？说这种话小心被人举报，你造谣，到时候可是会被叔叔请喝茶的。我能提醒的已经提醒完了，信不信就是你们的事情了。回家之后，德发把水桶都装满，全部丢到了一间。就这样，时间一天一天过去，很快就过去了。20多天，距离末日来临不远了。德发决定对大超市的那座巨型仓库下手，只要拿下这座仓库，他就可以获得自己3辈子都使用不完的物资。德发决定采用最为简单的方法，那就是在值班人员喝的茶水当中下药。由于这些人都是德发的熟人，所以德发很轻易的就得手了。等到药效发作之后，他们沉沉睡去。做完这一切之后，德发来到了超市仓库，这里存放着上1吨的矿泉水、饮料、酒水，各种各样的东西，一股脑的全都装进了自己的仓库之中。就这样，很快把整个超市仓库搬空了。主管，大事不好了，出大事了，快醒醒！怎么了？什么是慌慌张张的？出怪事了，我们仓库一夜之间被人搬空了。这到底发生了什么？怎么仓库里那么多物资全都不见了？是啊，这仓库里面的物资起码价值上百亿，就算是用大卡车来了，也得好几天才能拉完。毕竟一眨眼的功夫全都没了。把他们刚睡的事情却是闭口不闭，大家都值夜班，晚上偷懒睡觉也是常有的事情。这件事情太离奇了，咱们解决不了，还是打电话通知上面的人吧。大伙虽然心里面很紧张，也没有太过害怕，因为事情闹大了，反而会有很大责任。大家伙纷纷点头同意下了，立刻打电话让仓库经理知道这件事情。经理听到消息之后，整个人都吓傻了，甚至还以为德发是在同他玩笑，而德发还假装什么都不知道，毕竟上百亿的物资全都进入了他的异空间之内。终于到了末世降临的时候，这一天还是到来了。仅仅几分钟之后，外面的天空竟然开始飘起了密密麻麻的雪花。一开始雪花只有指甲盖那么大，但是不到2分钟之后就开始变成了鹅毛大雪。窗外的风开始呼啸了起来，屋外的雪仿佛就在一瞬之间变得恐怖了起来。整座城市的上空突如其来的出现了漫天的大雪，温度已经达到了-20度。再看一眼外面铺天盖地的雪花，已经将整座城市都给淹没。德发的心中安稳了不少。就在这个时候，德发的拜金女前女友白小倩打来了电话。你都和我分手了，还舔着脸给我打我电话干嘛？德发，今天外面好冷啊，你之前囤物资是不是提前知道会大降温？我就是听朋友随口说的。怪不得你囤了那么多东西。德发，你也真是的，这种事情都不提前跟我说一下，害得我被冻到了。还有什么事吗？没事，我就挂了。德发，外面好大的雪，我没有办法出去。你不是买了很多吃的吗？能不能先借我一些，等到雪灾结束后，
我就还你，而且还有额外好处。德发心想，你以为我还是前世那个舔狗呀？德发现在只想好好的戏弄他，然后看着他如何凄惨的死去。说完之后，还对着桌上的牛排红酒来了一张自拍发给了他看。你早说啊，我家里囤的东西都吃的差不多了。你瞧今天早上刚煎的牛排，真好啊，人家也想吃牛排喝红酒呢，还拿我当过去的舔狗呢，想吃就去超市买。臭德发，你真不是个男人，给你这么好的机会，你都不知道过来表现一下。此时周围菜市场的菜疯狂涨价，一个土豆都要100块的价格。此时的居委会，王大妈已经把业主都叫了过来，说道：大家千万不要去哄抢物资，要相信我们官方领导，我们居委会也会帮大家想办法度过这次灾雪，大家要听安排，不要给官方惹麻烦。这么大的雪，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停，我们现在都出不了门，凭啥不能囤物资？就是啊，要不我们都出门去买点菜回来吧，这几天菜又要暴涨了，你看现在几毛钱的土豆都要100块钱一颗了。你们这是在干嘛？哄抢物资只会导致物价飞涨，到时候大家都买不起菜，谁要是敢去囤物资，被我发现的话，别怪我向官方举报他，让他去数数哪里喝茶。卧槽，这居委会王大妈也真是的，不让大家去囤物资，这是让这些人白白等死吗？德发，我听说你之前囤了不少物资吧？你可不能当这个反面教材，你最近要老实点，要是再让我发现你出去囤物资，可别怪王大妈不讲情面。哟呵，王大妈，这场雪灾会持续多久？谁也不知道，万一时间很长，到时候大家没有吃的，饿死人了，你能负这个责任吗？对呀，你不让我们出去囤物资，饿坏了，出事了，你能负得起责任吗？王大妈见到众人都站出来反驳她，此时内心慌的一批，同时她心里面更加痛恨德发了。德发，你不要在这煽动人心，这可是违反规定行为，小心我举报你。哎呦喂，您老这屎盆子可别往我头上扣呀！放心好了，外面那么冷，叫我出去我都不出去。你们接着聊，我回去休息了。德发这小子真是太狂妄了，回头想个办法，找个机会搞他一下。王大妈是一个记仇的人，一大早又把业主都叫来，肯定没有什么好事。德发呀，现在外面的道路都被大雪给封住了，你等下带一些人出去扫一下雪，清理一下道路。扫雪？扫个屁！3米高的雪，来，你扫一个我看看。这么冷天出去一会就能冻成冰棍，您老还真是不怕闪了舌头。对呀，外面零下70多度出去一会儿估计就得冻伤。我们这里又不是东北，压根就没有什么像样的御寒设备，怎么出得去呀？你们这是什么态度？那扫雪又不是为了我，还不是为了大家吗？德发，我以居委会的名义命令，你们必须要出去扫雪，不然雪灾过后，我会向官方举报你。既然是为了大家好，王大妈和你们居委会的人应该带头出去扫雪才对，而且要说年轻力壮，你凭什么只喊了我们几个？是不是觉得我们好欺负？那些社会人和富二代也不见你叫来，怎么遇到他们，你就连话都不会说了？对呀，你怎么不去找58天和李富贵那几个土豪去扫雪呀？我是为了大家着想，某些人就斤斤计较，一点都没有奉献精神，简直就是我们小区的害群之马。我不是对某些人搞特殊，只是没必要一个个叫了，希望你们弄清楚，不要自找没趣。哟呵，王大妈说的轻巧，你有本事去叫吴天霸和李富贵过来扫雪啊！王大妈被弄得下不来台，她只好把电话打过去，而且还非常客气。你好，我是居委会的王大妈，希望你可以带上工具，一起出去扫雪。扫雪扫你个头啊！你是不是瞎？没看到外面还下着那么大的雪吗？脑子是不是有毛病？有病就去医院看看去，别在这里狗叫！再打电话或者艾特老子的话，老子嘎了你，信不信？那边挂断电话后，林大妈又找另一个土豪打去了电话。你好，我是居委会的林大妈，希望你可以一起出去扫雪好吗？老子每个月都交物业费养着你，是白养了吗？要是没有老子，你们这些居委会的人都得饿死，天天拿着业主的钱作威作福，还把自己当主人了。你就是给我看门的狗，晓得吧？我能混成这样，我能有今天靠的是父母和自己的努力，跟你们这些屌丝的一样吗？你赶紧去把雪扫了，我才好了离开这个鬼地方，不然我把你嘎了，你信不信？
王大妈简直快气死了。不过不敢生吴天霸和李富贵的气，而是在生德发的气，因为他觉得都是因为德发带头不听他指挥，他才会这么没面子。德发，你是不是存心跟我过不去？你说说你到底想干什么？我让大家出去扫雪，我是不是为了大家好？这下子好了，大家都不干了，难道我们就要一直封印在家里头了？你别在我这装13了，你自己欺软怕硬不是个东西，被人家骂的连屁都不敢放一个，到我这来找存在感了是吧？告诉你，你小爷我不是好欺负的，再给我狗叫，小心我嘎了你。德发把王大妈的性格拿捏得死死的，只是个欺软怕硬的东西罢了。果然，德发说出了这一番狠话之后，顿时震慑住王大妈了。现在还是别激怒他了，等着我以后有的是办法让你过不好，早晚有你来求我的那一天。现在我就不跟你一般见识了，你给我等着。哼！德发这时打开了家里的发电系统，发电系统开始运作起来。德发看了看手机，看到业主群都议论纷纷。你们家有吃的吗？我们家的吃的快吃完了。我们家没吃的，而且电和自来水也停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出10万块，谁能卖我1箱泡面？我家前天就没东西吃了，我的牛皮皮带今天早上刚被我吃了。这个时候钱还有啥用？这么冷的天气，断水断电，空调彻底不能用了，这日子可怎么过？官方这个时候怎么不出来管一管了？再继续这样子下去，恐怕是要冻死人的。业主大多都听信居委会王大妈话，没囤物资，都打电话问候王大妈。王大妈，之前我们就是听信了你的话，才没有出去买物资，现在我们都饿肚子了。你不是说官方会解决这个事？怎么解决？信不信大家一起嘎了你？王大妈不知道如何回答业主们的质问，真怕那些业主闹出事情把自己嘎了。就在这时候，上面领导打来电话。王大妈，现在全世界暴雪受灾严重，听说是数百年难得一遇的雪灾，可能我们会迎来了又一场生物大灭绝，也就是末世。丧尸末世，我们人类尚可一战，面对大自然，我们就束手无策。10几亿人口根本不可能顾得过来，城市大部分都已经沦陷了。接下来想要活着，要多囤点物资，咱们只能靠自己，一定要多囤物资，尤其是食物和水，还有取暖的能源。王大妈听到领导说的话后被吓得不轻，也不知如何向各位业主如何交代。这个时候，王大妈想到一个坏主意。王大妈立刻打开手机，开始在业主群里喊话：各位业主，灾难只是暂时的，外面天气太过寒冷，断水和断电也并不奇怪，官方已经找人去修了。在这种特殊时期，大家从现在开始，居委会将会收集每一家每一户手头的物资，然后进行统一分配给大家。德发拿着手机，看着手机里业主群王大妈的消息。重生前这个王大妈就是用这种的方式，从别人手里骗走了不少物资，坏事做尽。曾经我看到一个姑娘为了一包泡面，让几个大汉为所欲为，最后活活累嘎了。王大妈正在挨家挨户的收集物资，总会有一些胆小的，因为魏卷听从王大妈的话，把物资给了她，也有一些强势的，就是不给她。王大妈，你看看外面3米高大雪，根本没办法出去，各家各户的东西自己都不够吃，你还要收集起来统一分配，你说这像话吗？敢要我的物资，我就跟你拼了！来呀，试试！你过来呀！我说过了，现在是非常时期，当然要用特殊手段，放心吧，雪灾很快就会过去，只是先让大家把物资囤起来，重新分配一下而已。这种时候，许多人家都没有吃的，你们就那么自私吗？没有物资的肯定会支持王大妈，有物资的肯定不会，人性尚可如此。王大妈见这边的物资要不到，转头打电话给了德发。德发呀，你应该囤了不少物资吧？我还记得上次你可是买了一大车的东西呢，现在大家都缺少物资，到了你发挥精神的时候了。放心，放心，大家肯定都会念你的好。上一世他就没料到了雪灾的严重程度，几个物资多的人把物资拿出来的，想卖他个人情，他非但没有感激他们，反而蛊惑大家，说他们家中还大量物资，然后被他们一起破门杀死，让人当做了口粮。这个姓王的老女人可真是个可恶的人。不巧呀，我们家东西也吃完了，莫是谁家有那么多物资？要不这样，王大妈，您老收集到的物资，麻烦分我一份。德发呀，跟你说人话听不懂是吧？你骗谁呢？
你们家里肯定囤了不少东西，你买了好几车物资，能吃完了。我才不信，跟你说，这也是上面的意思，把家里的东西老老实实快给大妈送过来。真没骗你，我家里啥也没有啊。王大妈，要不这样吧，你送我几包泡面，我念你个好。作为居委会的成员，您老不得起带头作用，发扬风格嘛。德发，你以为我是以个人的名义在和你说话吗？我是在代表官方，你拒不交出手里的物资，就是和官方对抗，回头你一定会被官方处理的。就你还代表组织，给你个鸡毛你就当令箭呀？我问问你，你有毛吗？有吗？要我看，我看一根也没有。你不过就是居委会的小小的管事，社区服务懂吗？看门狗还和我逼逼赖赖的，你有能耐随便使，小爷啥都怕，就不怕没化妆的老女人，有种就过来找我要呀，我在家里等着你。全球冰封狂潮末日降临第10天，这场暴雪整整下了10天，大雪完全淹没了整个城市，想出门根本出不去，整座城市进入了瘫痪，所有人食物基本上没有了，一包泡面从原来的800万涨到3000万。此时德发的前女友白小倩那里物资基本吃没了，难过的对她闺蜜说道：素素，我们家食物快没吃的了，该怎么办啊？再这么下去，我们会饿死的。你说说我们俩长得这么漂亮，只要稍微一发力，一定会有男人为我们倾倒。到那个时候，物资不是要多少有多少呀？素素，你是不是傻呀？现在大家饭都吃不上了，就算他们会对我们心动，现在一包泡面就几千万，绝对不可能轻易把物资给我们的。现在又出不去，就算我们送上门给他们白弄，他们怕是都心有余而力不足。对了，倩倩，你是不是忘了德发那个舔狗了？哼，就他也配。上次我好心找他，他竟然对我那个态度，除非现在他过来跪个3天3夜求我原谅，否则我绝对不会原谅他。哼！在被饿了3天后，白小倩她终于受不了，这个时候都快饿死了还要啥面子，拿起电话给德发打了过去。德发哥哥，你这么多天不找人家，人家想死你了呀。我就是前几天说了你2句嘛，宝宝知道错了，德发哥哥，你就原谅宝宝嘛，好不好吗？白小倩作为一个绿茶中的极品，确实有一套，可这个骚娘们，如果不是因为她是个心肠恶毒女人，上一世还把我嘎了，不然真想把她给办了。你没事吧？是不是吃错药了？不巧我最近身体不舒服，没空看手机。生病了呀，德发哥哥，你没事吧？一定要注意保暖，把你冻坏了，人家会心疼的。不是被冻到了，我说的是被热到。别开玩笑，外面零下5、60度那么冷的天，怎么会热到啊？我屋子里有壁炉，倒是没有什么感觉。你是不知道烧起来，屋子里热得难受，大概是前几天在壁炉边睡觉不小心病了吧。德发说完，用手机对着壁炉拍了一张照片，又故意将他桌子上那些成堆的食物也拍了进去，给白小倩发了过去。我的天啊，这张照片不会是 P 的图吧？这环境加上这么多吃的，简直就是天堂。白小倩为了确认一下，立马给德发打了个视频，电话过去，是真是假，看一眼就知道了。视频一接通，就看到德发家里堆积如山的食物和温暖宜人的别墅，简直像是看到了天堂一般。你们最近怎么样？看你们都瘦了，终于减肥成功了，恭喜恭喜啊！白小倩和她闺蜜心里面真想骂德发，他们这哪是想减肥啊，明明全都是饿的。白小倩立马换了副态度说道：德发哥哥，你真的好厉害呀，家里真的好多好吃的呢，现在大家都吃不上饭，还是德发哥哥聪明。现在物资这么多，又住着大别墅，人家好羡慕呀。这算什么？对于我来说这都是小意思。听说能打出这个字的人，2024年会财运滚滚，你也试试吧。德发哥哥，你们家看上去好明亮好温暖，而且现在也不是供电的时间，为什么你们家那么明亮？我一向低调，我有发电机这件事，难道也要公之于众？屋子里面都热得难受，看你们的样子好像很冷似的，外面有那么冷吗？我10来天没有出门了，也不知道外面什么情况。白小倩立刻换上了一副柔弱温柔的样子，对德发说道：德发哥哥，你好厉害，人家好喜欢你呀，能不能让我去你家住几天？好久没有见到你了，倩倩好想你呀。白小倩觉得自己这一招肯定管用，毕竟重生前她就是靠着这一招，让身边不少舔狗对她马首是瞻。何况德发也追求过她，以前每次约你上我家来，你都是各种借口，说什么还没准备好关系，更进一步什么的。我觉得你说的对，咱们又没有什么关系，是应该保持距离才对。我同意你的建议。
德发哥哥，人家过去是为了保持神秘感吗？德发就当是倩儿错了吗？人家现在就过去给你赔罪，大不了人家换上小裙子，让你为所欲为，还不行吗？那怎么行啊？咱们俩又不是情侣，孤男寡女同处一室，传出去让我德发怎么做人？为了我的不那么尴尬，不好意思，我拒绝。白小倩几乎要被德发这句话给气炸，但是已经饿3天了，已经顾不上什么脸。德发哥哥，其实人家一直以来都是默默喜欢你的，男女朋友什么的以后也不是不可以考虑呀。你说怎么办，人家就怎么办，倩倩都听你指挥好不好吗？德发哥哥，极品绿茶也不是谁想做就能做的，这一番操作，寻常人没有10年的功力，绝对做不到。白小倩，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我承认过去有段时间咱俩关系还不错，不过你该不会是觉得我会喜欢你吧？哪里？德发哥哥，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过去不是最喜欢倩儿的？别误会啊，我承认你的确是有几分姿色，大家逢场作戏而已，何必当真？最多就是玩玩而已。就凭我的条件，在如今黑市想找个有模样有身段的女朋友，只要我一句话能来一个牌，你信不信？哼，臭德发，你不要太过分了。哟，行了行了，你也别在我面前装纯了，我早就看出来了，你不就是一个捞女吗？天天当富婆，你以为有钱人都是傻子吗？再告诉你一件事情，圈子里都是出了名的，今天去舔刘少，明天去追杜少，连杜少他爸你都不放过，人家只是跟你玩个几天，你还真当自己能做有钱人家的少奶奶了？知道他们私底下怎么叫你的吗？公交车，公共车。臭德发，你给我闭嘴！我不就是说了点实话吗？你急什么？难道我说错了？德发不给白小倩反驳的机会，立马挂断电话。德发，这个的家伙，他算什么东西，也敢骂我公交车？如果不是现在是末世，给老娘提鞋他都不配。全球寒潮冰封末世求生第15天，食物储存严重不足，物资的价格已经变成天文数字，金钱已经没有任何价值。此时失去理性的吴霸天带人开始带人抢夺物资，很多不配合的人都被打死，尸体被当作口粮储备起来。这时吴霸天拿起手机在业主群喊话：群里能喘气的都给我听好了，乖乖把手里物资交出来，我也不想杀人，如今末世降临，我也是无奈之举，只要你们大家乖乖配合，我保证大家可以平安无事，不配合的就别怪我手下无情了哈。果然该来的还是要来，虽然大家都畏惧吴霸天，全都闭门不出，但是如今全市停水，如果不出去挖雪取水，他们就会渴死。这时耐不住口渴，刘思思准备趁着晚上打开房门下楼取雪，结果被吴霸天手下逮了个正着。小妹妹，你要去哪里呀？哥哥们憋了10几天了，快憋不住了，快给哥哥们发泄一下。谁说不是呀？这小娘们长得还行，哥几个谁先来？刘思思见状，立马跑回家，赶紧关上了房门，害怕的拿起手机向业主群发起视频求救。大家快来救救我！吴霸天的手下正在砸我家的门，求求你们了，救救我，不然我会被他们杀掉的。我要是嘎了，下一个就是你们了。姐妹，这个时候我们也没办法呀，你可一定要撑住，否则让他们进来，他们这么多人把你那啥，会把你玩坏的。要不这样，姐妹，我给你出个主意，你被那啥的时候用那啥夹死一个，反正都得嘎，不如拉个垫背，也算是为大家做点好事。不等业主们说完，房门就被一脚踹开，一个个饥渴难耐的如同饿狼般向刘思思扑了过来。德发外面吴霸天他们太可怕了，昨天晚上刘思思就被他的手下把他那啥后还把他嘎了，他们早晚会袭击我们的，我们大家必须团结起来。没事，这又怎么样？我又不害怕，就他们几个臭番薯烂鸟蛋，能伤得了我吗？可是他们有枪，而且你只有一个人呀，他们可是有5、6个人啊，所以你现在也非常不安全。有枪很可怕吗？我想知道那你们是怎么想的？现在大家分散着住，实在是太危险，所以我们决定搬到一起住。你们家应该是目前最安全的地方啊，所以大家想搬到你家一起对抗吴霸天。你们聚在一起有啥用？互相挡枪子呀。德发你们家又大，而且防盗门特别的结实，还有电网，非常适合用来对抗吴霸天，所以我们希望你能够加入我们的队伍，大家一起对抗吴霸天。我不需要，我现在一个人过得非常舒服，你们休想打我主意，你们再找别的地方吧。现在大家都有生命危险，你不要这么不近人情，只有大家在一起，我们才能活下去。只是因为你们家天台方便取雪水，大家才选中你们家。你以为我们是想占你的便宜吗？实际上大家是在保护你啊。保护我？就靠你们几个呀？你是怎么这么厚颜无耻说出这话？保护我？你们有这个实力吗？我承认我们是有求于你，但是你也得这样想，你让我们去你家避难，你就可以救活7、8条生命，难道你忍心眼睁睁看着我们被吴霸天给杀死吗？
我们可是做了10几年的邻居啊！如今就是弱肉强食，能不能活下去看你们自己有没有这个本事。你们对我没有一丢丢价值，又凭什么大言不惭的说让我保护你们？说完之后，德发直接退出了业主群，想打他的主意真是异想天开。此时业主群的几个人聚在一起，打算联合起来。之前答应让你们2个住进来，是看我弟弟富强的面子上，你不是说你能说服德发，让我们搬进他的堡垒面吗？德发现在根本不同意。刘姐，德发家里的物资真的非常多呀，还有发电机，还安装了壁炉。只要我们能够住进他的家里，以后的日子就不用愁了。是啊，视频大家都看过了，应该明白。德发家里囤的物资够我们大家吃好几年了。只要我们能住进去，不光能够对抗无霸天，而且还能过上好日子。可德发表现得非常强硬，根本不愿意让咱们搬进去。他这种人也太自私了，完全不顾别人的死活。对这种人，咱们也用不着客气，反正他就一个人，我们就用点非常手段。对，这种自私自利的人，只考虑自己，不懂得替别人着想，他凭什么住那么好的房子？而且德发这个人也不咋地，上次我去他家要点物资，他竟然让我滚。可是听富强说，他们家的铁门非常结实，还有电网，我们又没有武器，强攻击率很低。没事，我以前就是干专业开锁的，曾经用1根泡面打开了一个小区的锁，江湖人称江南开锁王。可是他门上电网怎么解决呢？我就是电工，辛辛苦苦做了10几年电工，是时候展示一下专业水平了。电网的事我来想办法，先找到连接电网的地方，给他把连接线弄断，就可以破除了电网了。到时候江南开锁王就靠你了。太好了，只要能够打开德发家的铁门，咱们那这么多人进入按住他，德发家就是我们的了。等老娘进门之后，我要把他丢到厕所，天天喂他吃奥利给，撑死为止。好，到时候我负责去了。我若拿出这个，阁下该如何应对？军人全球冰封，寒潮末世，一群人为了夺我的堡垒，被我当场嘎了1个人，另外2个被我嘎成重伤。此时我的前女友白小倩过来问我索要药物。德发哥哥，昨天林浩被你电嘎了，那个李二蛋被你射中早伤的时候也嘎了。嘎了就嘎了呗，早嘎晚嘎都一样。你们不会真觉得靠自己能在这末世幸存下来吧？德发哥哥，倩儿知道错了，都是我的错，之前不应该戏耍你，让你当我的舔狗，现在我整个人悔青了。德发哥哥，你可以原谅倩儿吗？给我们点消炎药，救救富强好吗？你觉得我会把药给你们吗？德发哥哥，富强被你击中，现在快不行了，我们没有药品，再不治疗他会嘎的。德发哥哥，我记得你之前囤了很多药呀，倩儿求你了，借我们一些药物，我们保证以后不会打扰你的生活。白小倩，你用你这小脑袋瓜子想一想，我为啥要用生锈的子弹？我就是想看着他们慢慢的嘎，这才是我的目的。你竟然大言不惭的找我借药，你的小脑袋是不是锈豆了？德发哥哥，我们真的知道错了，求求你救救富强吧，我会报答你的，我们保证以后再也不去骚扰你了。而且末世之下，所有人都很困难，我们应该互帮互助才对。德发哥哥，不要这样好不好？难不成你得让我们嘎了你才满意吗？你的心里才舒坦吗？没错，我现在舒坦得很。德发兄弟，你还记得吗？我还请你吃过饭呢。你还好意思说？你请的客让我付的账，你怎么好意思说的？德发是我们对不住你，但是现在大家都很难，还有吴霸天在那里打人，大家都朝不保夕，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万一以后用得到我们的地方，我们也会帮你。你今天给我们药物，我刘梅日后会加倍报答你的。报答我？你当我是瓜脑壳子吗？你弟弟和好几个人都被我嘎了，不管我怎么做，这个梁子永远解不开了，都是敌人了。帮了你们，把你们养肥了，以后你们报复我，你可别搞笑了。德发，你可能误会了，我们可不是那样的人。闭嘴吧，再装下去就没意思了。你们是什么人？和我有啥关系？重要的是我不会相信你们，就你们别痴人说梦了。德发，你不要做得太绝。俗话说，兔子急了会咬人，把我们逼急了，也不知道会做出啥事。你们这些兔子不早就过来咬人了？要是真有这个本事，你们霸占了我的堡垒了，我早就被你们嘎了。你以为小爷我是吓大的吗？小爷我不吃你这一套。德发哥哥，我们非得走到这种地步吗？过去我们俩多好啊，我们就不能放下彼此成见，重新开始呀？德发哥哥，其实倩儿一直心里装着你呢。突然德发的心里面产生了一个邪恶的想法，他知道刘梅等人就在白小倩身边，白小倩的舔狗富强也能听到他们说了什么，所以德发故意说道：小倩呀，其实哥哥我还是很喜欢你的，只是你之前做的太过分，把我心都凉透了，让我不能原谅你。这句话就仿佛像黑夜里的明灯，照亮了白小倩的内心，给了她无尽希望。她不顾旁边人异样的目光，激动地说道：德发哥哥，我就知道你是最喜欢倩儿的，你真傻，其实倩儿是最喜欢你的了，你是倩儿心目中永远的男神。德发哥哥，之前做那些只是一点小考验而已。哎呀，德发哥哥真是个小直男，就看不懂得倩儿的心思呢。不过众人觉得白小倩真能搞定德发的话，
才有机会弄到他的堡垒和物资，所以大家都没说话。德发哥哥，倩儿好想住进你的堡垒，以后我就是你的女人了。你想让我干什么？想怎么干，倩儿，我都听你的好不好吗？德发哥哥，太好了，小倩你快来吧，我等不及了。这时，白小倩的闺蜜林素素急切地说道：“小倩带上我，一定要带上我呀！不过小倩，我喜欢的人只有你一个人，也只能接受你一个人过来。至于你周围那些下作的人嘛，你最好和他们保持距离。现在末世大家都朝不保夕，不要让那些人过来拖咱们的后腿，影响我们两个的生活，你说对不对？”白小倩此时心里的兴奋无法言表，都忘记了旁边还有人，立马激动地说道：“好呀好呀，德发哥哥怎么说，小倩就怎么做，一切都由哥哥你说了算，倩儿全都听你的。”那就没问题了，倩儿，你现在自己可以过来了，不要管那些人哈。好好好，德发哥哥，我马上过来，记得给我开门，我马上就过来。刘梅等人看到白小倩真要抛下他们，自己去德发那里享福，刘梅立马把她拦住了。给我闪开，别挡我去德发哥哥家，老娘我受够了这样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了。你这个臭娘们，这些人这样都是你给害的，想拍拍屁股走人，门都没有。在旁边治疗的富强听到白小倩只爱德发，非得去找德发，更是伤心不行。小倩，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你不是喜欢我的吗？你不是说你最讨厌德发的吗？你还记得你说过要做我的女人的话吗？我想过的更好，我有什么错？跟你们一起只是迫不得已，等到大家都没吃的了，然后坐等被嘎吗？德发家里那么大，床又大又舒服，物资超多，有吃有喝又有电，而且还有壁炉，还不用受冻，我就想当德发的女人，怎么了？有错吗？富强，你是个好人，一直以来对我也不错，不过爱一个人就是应该希望他幸福过得好，不是吗？白小倩，你非得要走，我们不拦着你，是德发必须拿药来换你。德发哥哥，你都听到了，他们好坏啊，不放倩儿走，要不然你就为了倩儿给他们点好吗？不行啊，倩儿，现在药物可是非常稀缺的，我怎么相信他们不是在骗我？他们也有可能是骗你的，万一给了他们，我们以后没得用了怎么办？说不定他们是利用你来要挟我，以后这可是我们两个的生存东西。倩儿，咱们可不能被蒙蔽了呀。对对对，德发哥哥，你说的倩儿都明白了。臭女人，快躲开一边去，不要拦着我。两个女人顿时扭打起来，白小倩为了能够去德发家，彻底急眼了。你想走，别痴心妄想了。德发，你喜欢的人在我们手里，如果你想要他，就拿药来交换白小倩。不行，你们人太多了，我一出堡垒，你们把我嘎了怎么办？小倩呀，不是哥哥不爱你，哥哥也想带你一飞冲天，但是条件不允许啊，你可不要怪德发哥哥呀。你们两个不亏是塑料姐妹花，大难临头互相抛弃。林素素，你也看到你闺蜜的真面目了吧？只想如果你想继续留在我们队伍里的话，就要盯紧她，别让她溜了。刘姐，以后我听你的。我说白小倩，要吃苦一起吃，要享福除非带上我，不然你也别想，我绝对不会让你溜了。放我堡垒，地嘎不留。全球冰封狂潮末世降临，我重生后贷款1个亿打造末世堡垒，储存大量物资放到了我的异空间。此时没有得逞的刘梅，为了报复我，把我家里储存海量物资的视频发到了业主群里。大家快看看吧，看看德发家过的啥日子，我们过得什么日子？这是前几天和德发视频的时候录的视频，这种人只顾自己，大家说说他这公平吗？我们大家要想想如何处理这个德发。这是以前的视频吧？现在他家怎么可能晚上还亮着灯？现在哪里有电？我向大家保证，这就是这几天拍的视频。德发提前准备好各种东西，他家有吃有喝又有电，物资超多，先不说，还有发电机和壁炉，简直过得神仙的日子呀！这个德发真的太自私了，大家之前都是邻居，竟然这么自私，我恨不得嘎了他。德发必须对此负责。凭什么我们天天饿肚子，就他自己舒舒服服的？他必须把物资拿出来给大家分了，不然大家都不能饶了他。这时，吴霸天也看到了视频，激动地说道：“德发，没想到你小子这么肥，等着你这些东西马上就不是你的了，本大爷这就过来取。”德发，大妈，我可是居委会的骨干，我说了算，你们家物资赶紧拿到我这里来，我给大家分分。德发欧巴，人家我好喜欢你呀，要不我认你当干爹好不好？只要你让我住进去，你让人家干啥我就干啥，什么要求都可以的，好不好吗？我们很熟嘛，小爷我可从来不缺狗腿子，所以我凭啥把物资给你们？德发先生，我家物资药物都已经用没了，希望得到您的帮助，作为答谢，我可以永久为您提供医疗方面的帮助。不愧是做医生的人，总算听见一句像样的人话了，比那些卖惨的家伙强多了。我现在身体非常健康，暂时没这个必要。我家的各种物资比你想象的要多，你想要交换，起码拿出对我有用的东西来。算了，也罢，我可以给你一些物资，但是你以后要听从我安排。好的，德发先生，你要让我做什么，吩咐就可以了。那些人大概要对我下手了，你把他们要怎么行动的消息提前和我说一声就可以了。德发先生，我明白了。此时，吴霸天对着业主群喊道：“我现在不会对大家下手了，你们放心，现在首要任务是大家攻陷德发堡垒，瓜分他的物资。
他们家的物资比我们所有人的总和还要多，只要把它攻破了，大家要米有米，要粮有粮，所获得物资我只要一半。大家跟老子走，一起去嘎了这个自私鬼，拿回属于大家集体的物资。德发先生不好了，那些人全部朝你堡垒过去了。他们看到你家物资后，已经都失去理智了。附近的几个小区能动的人都过去了，你得快想想办法。行啊，我知道了，提醒你一下，你可千万别过来，不然后果自负。在家乖乖等着看好戏吧，这对于他们来说，绝对会让他们感受到终身难忘。这时，德发堡垒门口聚集了一大批人。德发，你已经被包围了，不要做无谓的抵抗了，把你手中的物资全部交出来，不然的话，破门之后就嘎了你。小爷我等着你们，有本事进来拿呀！我家物资要多少有多少，看你们够不够硬。被德发这么一嘲讽，一群人准备砸门，但是刚一触碰就被电嘎了一片。我的天哪！高压电，大家小心，快躲开！可恶的德发简直就是嘎人狂，竟然一口气嘎了我们这么多邻居，简直太过分了！我们要为他们报仇，大家不用怕，只要攻破这个门，对面就是温暖的天堂，海量的物资等着我们呢。李富贵一顿激励下，又让不少人红了眼睛。这时，几个人找来2根绝缘棍，兄弟们，打开这个门，给我嘎了德发这个小可爱！一群人抱着绝缘棍对准德发的铁门，就开始了疯狂输出。可是撞了几十下之后，他们却发现那扇门微纹丝未动。这时有个人走过来，看了半晌才惊叫道：“这是正经的铁门呀！你们别说用东西砸了，就算用导弹也打不开这个门。既然来了，就全留下吧，小爷的地盘不是你想来就能来的。”德发这时启动了堡垒的防御系统，顿时几枚名叫小男孩的导弹朝着众人飞去。そうですね。放我堡垒找地嘎不了。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德发，今天是元旦，祝我的粉丝宝宝们新年快乐。听说今天打出新年快乐，2024年会好运连连，你也试试吧。你敢相信吗？眼前这个人在如今冰封寒潮末世，不仅8亿个亿打造堡垒，还囤了100亿的物资，更是把进攻他堡垒的人全给消灭了。此时一群人给德发打来视频电话，德发还以为这些人又是来找事的，没想到他们突然跪倒在地恳求：“德发爷爷，我们都快要饿嘎了，求求你救救我们吧，哪怕只给我1块肉也行啊！”叫我爷爷？我有那么老吗？磕头的大部分都是女人，试图取得德发的同情。你们大家别这样，看到你们这样我就想吃肉。那群人眼睛们看得都直了，口水都不自觉地流出来。德发，我们只想生存下去，你就给我们一些食物，让我们像狗一样的活下去就行。以后你想让我们干什么，我们都听你的，好吗？这可是你们说的哈，别说小爷不给你们机会。你们现在谁能把吴霸天嘎了，我送他100斤牛肉。周围不一会儿，伤口就简单的包扎完毕。赵大夫打算离开，这时吴霸天手下把他拦住了。吴霸天，你到底想干什么呀？你不要乱来哈，我可会叫的。我的伤没好之前，你可不能走。吴霸天此时心里面也害怕，不知道多少人想嘎了他，而且又缺少药物，身边有个医生在，他才放心，也不管赵丽丽的抗拒，他强硬的把他留了下来。这么下去也不是个办法，这些菜鸟都敢打我主意，现在事态对我们很不利，只有把德发那个家伙给嘎了，攻占了他的堡垒，咱们以后才会安全。他们家里面物资也多，起码足够咱们生活几年呢，说不定那个时候末世就结束了，所以当下还是得考虑怎么对付这个德发。天哥，德发上次导弹炸我们差点全军覆没，铁门还那么结实，我们根本攻不进去呀！我就不信他们家没有破绽，更不信他不出门，只要等到有机会，就直接把他给干掉。赵丽丽听到他们的对话，她借着上厕所的时候给德发发消息，告诉了他这件事情。知道了，你继续留在那里观察情况吧。你是医生，吴霸天这个节骨眼上不会把你嘎了的，他需要你，所以你暂时没有生命危险。德发也不着急出手，他设下了悬赏之后，反正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自然会有人不要命的偷袭吴霸天。第二天，一些人开始使用大量的炸药炸堡垒，然而却一点用都没有。老刘，你这是干的什么活呀？搞得这个破玩意连个门都炸不开，这不对劲啊！我调配的炸药是没问题的，应该是受潮了吧？门外一群人还在抱怨的时候，此时德发爬上房顶，用手中的 RPG 给他们来了一发，一群人当场领了盒子。你敢相信吗？在全球冰封寒潮末世，一群人用炸弹炸我的堡垒，被我用 RPG 全给嘎了。此时德发给赵丽丽打去电话，赵医生，我暂时可以让你来我堡垒住下，但是你要绝对的听我安排。赵丽丽顿时一惊，真的吗？
真的可以让我去你的堡垒住。德发先生，你放心，我绝对会像狗一样忠诚的。好呀，你晚上趁着无霸天睡着了就偷偷溜出来，到时候我会打开堡垒铁门，让你进来。德发先生，太谢谢你了，以后你就是我的神，你让我干啥我干啥。赵丽丽这个人，前世的时候人品也不错，正好让她来帮助我。家里这么大，物资这么多，也缺个女人，毕竟我也好久没那啥了。赵丽丽趁着夜色无霸天等人都睡着的时候，偷偷溜了出去，跑进了德发家的堡垒里。你怎么还这个打扮？一个女孩子就没有其他衣服吗？德发先生，我之前没有物资，都拿去换成物资生存了。好吧，你去隔壁房间，我之前囤了很多衣服，你快去挑几件换上。好的，谢谢德发先生了。不一会，赵丽丽就换好走了出来。德发先生，您看这身怎么样？不得不说，你换了身衣服还挺有料的。哎呀，德发先生，不要这么说，整得人家都害羞了。德发先生，昨天你家堡垒的爆炸是怎么回事？是周围26栋那些工人干的，附近有一个新开发的小区，所以不少工人都在周围租房子。我们小区也算是中高档，租金也挺贵，他们怎么可能花这么多钱住这里？他们一间屋子里住10个人，你还觉得很贵吗？这么说来的话，他们其实比吴霸天更加危险。吴霸天只不过是个小混混，末世之前普通人不敢惹事，所以怕他。如今末世大家都朝不保夕，如果不是手里有枪，早就被人嘎了。可是这些工人不同，他们每天干工地的工作，体力比普通人强太多了，身体也抗揍，而且他们都是同乡，一起来城市讨生活，所以一起干什么都方便。那之后咱们怎么办？要不要还以颜色？这个我当然不能忍了，不过我是不可能出去到他们地盘那就太傻了。他们不就是昨天来我地盘，被我全给嘎了。可是你手里也有很多装备呀，怕他们干什么？拼武器也不行，哪怕打光了他们，但是被他们用板砖击中，我都觉得自己亏大了。德发先生，你真的太机智，太稳健了。但是你不出去，要怎么报复他们呀？他们看上去可不像贪生怕死的人，感觉都跟亡命徒一样。德发想了想，看来以后日子想要过得安稳，必须得找一些人来当炮灰才行。这个时候，保安大叔给德发打开电话询问。德发听说昨天28栋的那些狗崽子们炸你堡垒了，你需不需要帮助？我认识他们的老大陈启明，我还和他们喝过酒呢。狗日的，他们竟然过来打你的主意，我不会放过他们。你要是有什么想法告诉我，我帮你收拾他们。保安大叔，他们的人挺多的吧？他们本来有40多人，昨天被你嘎了一半，差不多剩下20几个人吧。但是他们太不是东西，在28栋嘎了不少人。德发，你打算怎么对付他们？需要我帮忙的话，跟我说一声就行。保安大叔还是稳妥一点吧，我暂时没有报仇的计划，主要是现在加上赵大夫就我们2个人，哪怕加上你也没有必胜的把握，除非能把周围幸存的住户调动起来。我明白了，你是说咱们大家也跟陈启明那帮人一样，联合起来，一致对外？我就是这个意思。那我把这个想法跟周围人说一下，看看他们谁愿意加入。千万别这样，上赶着可不是买卖，你上赶着让他入伙，他们反而蹬鼻子上脸，索要很多条件。德发，那你的意思呢？我们又不着急，反正物资多得很，坐观其变就好了。狗腿帮那些人会自己过来的，有第1回就有第2回，就像他们昨天被我嘎了那么多人，他们一定会找上门报复，他们肯定会对周围人也动手，到时候周围人肯定会求我出手。德发，你小子太聪明了。2人一拍即合，达成了协议，决定暂时对狗腿帮放纵不管。接下来的2天里，德发让保安大叔从外界获取情报，比较危险的主要是2股势力。德发，我打听了一下，一股是隔壁28栋的狗腿帮，主要的武器是钢筋手，里面没有枪；另一边是21栋年轻的势力，叫猛虎帮，听名字挺霸气，但是战斗力可不弱。这些人里面有学生，有小混混，普遍年龄在20岁左右。猛虎帮领头的有2个人，一个叫谢东，一个叫高强。行，我知道，你继续搜集情报，一定要搞清楚他们有没有枪支，这一点很重要。第2天，德发家门口又来了一批人，并且还抓了一些德发周围住户。前天见识过德发的手段，他们暂时也拿德发没办法，那就只好对德发周围单元的住户下手。德发，你以为我们嘎不了你？难道还嘎不了你周围的邻居吗？到时候你周围人因为你被嘎了，你就不内疚不难受吗？德发，你不出来，我就嘎光你的邻居。你要嘎就嘎快点，他们的死活和我有啥关系？我就是不出去，你打我呀，打我呀，打不到哈哈气死。德发，你这个没良心的，好歹我们也是多年的邻居了，你就忍心看着我们被嘎吗？我们做牛马也不会放过你。少废话！之前打我堡垒主意的时候，你们怎么没想到这一步？想要我的命，换你们的命，别厚颜无耻！臭德发，你为什么这么狠心？你一个人活着有啥意思？就不能用你自己挽救我们大家吗？我自己潇洒得很，你们几个要动手快点，小爷没空看你们表演杀猪。德发，你不肯出来，那就动手吧。德发，我们还会再来，
你一天不交出堡垒，我们就一天不会停止。全球冰封末日寒潮求生，狗腿帮的人嘎了我邻居，胁迫我交出堡垒。此时德发堡垒，狗腿帮的陈启明那些人已经对周围人开始动手了。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目的就是为了让堡垒周围邻居们感到害怕，不得不求小爷我出手。德发哥哥你真厉害，这算啥？其实我那啥的时候更厉害。果然不久以后，德发周围邻居全都受不了狗腿帮的嘎人行为了，纷纷联系德发。德发，你看看你惹的祸，这件事你要解决啊！狗腿帮那群人是你招来的，也是被你嘎的。德发，你必须得负责啊！和我有啥关系？凭啥让我负责？狗腿帮说了，你一天不交出堡垒，他们就一天不会停止嘎人。德发，如果你有点良心的话，就自己去承担起来。你真的忍心看着大家因为你全被嘎了吗？你们是不是搞错了什么？是我叫他们过来的吗？如果不是我家有装备，我早就被嘎了。你们没本事抵抗，关我屁事！如今末世朝不保夕，现在就我家最安全，我才不出去呢。德发，就你自己一个人安全了，你让我们怎么办？你惹出的祸让我们受苦，你还有没有良心？我们凭什么替你承担？你良心让狗吃了吗？你们爱咋地咋地，这件事和小爷我有半毛钱关系吗？你们还别大言不惭的和我谈良心。前几天进攻我家堡垒的时候，我就问问你哪个没有出手，要不是小爷我宽宏大量，早就直接找上门给你们一人一梭子子弹，把你们这些人一个个送回老家去。是不是看我没有主动对你下手，就觉得我不会嘎了你们是吧？德发最后的一番话说出来，把许多人嗓子眼里的话都给堵了回去。吴霸天前几天是怎么嘎的，他们大家最清楚，这件事就是德发干的，众人不敢再说话。这时德发给保安大叔发过去一条消息，保安大叔，轮到你表演了。放心吧，德发，包在我身上，大家不要慌张，狗腿帮只有差不多20来号人，咱们团结起来，还是可以跟他们对抗的。保安大叔，你还活着呢，太好了！你最近一直不说话，我还以为你也嘎了呢。有你在，大家心里就踏实了。你说要怎么干吧，大家一定配合。你们就靠我一个人也没啥用呀，我家也没有物资了，我都饿了好几天了，浑身上下一点劲也没有。我们家的物资也耗尽了，好几天没吃饭了。你们大家应该也和我差不多，现在这种状态怎么和狗腿帮抗衡呀？保安大叔，现在怎么办？大家其实都缺吃的，也没办法帮你啊。你有啥想法说说呗，大家都听你的。我们这小区要和其他小区对抗，只能够靠德发了。德发家里面有很多武器，还有重武器，而且他天天吃得饱饭，也有力气带领大家，这是我们最合适的选择。可是德发刚刚说不管我们，让我们自己自生自灭，他不离开他的堡垒，我们也喊不出来。他要是能来带领我们大家，肯定是最好的。我吧，还能勉强和德发说上话，还能说，我去找他谈谈，看看能不能说动他，让他出来带领大家。保安大叔，我们就全指望你了。保安大叔转头把这件事就告诉了德发。德发，你说说，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时机差不多了，到时候我们演绎出双簧，让这群人老老实实听我的，恩威并施，让他们服从我，这样我们这个小区以后才能安全。保安大叔和德发商量完毕，两人便回到了业主群当中。保安大叔装模作样的艾特了一下德发。德发，如今生死存亡时候，大家现在都非常需要你的带领呀。如果全世界就剩下你一个人了，你也会孤单，对不对？所以现在请你发发善心，帮助一下大家，大家都会感谢你的。对呀，德发，只要你能够拯救我们，大家都会对你感恩戴德。德发，以后我们就是你的狗，我们一家老小的性命就交给你了。我是看在保安大叔的面子上才过来跟你们聊聊的，其实我压根不想管你们，我自己生活过得这么好，管你们这些阿猫阿狗干什么？还得出去累死累活的，冒着性命危险，我觉得很不值，还不如躺平在堡垒。德发哥别啊，大不了以后你让我们干啥我们就干啥，我们以后都是你的狗腿子，你老看行不行？只要你不是让我们去死，其他条件都可以。合着你们就想让我自己去拼命，你们坐享其成，那我也不管你们了。等到陈启明他们再来的时候，你们把脖子伸出去，让他们嘎不就好了？小爷我不伺候了。此刻保安大叔和德发演起了双簧，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德发千万别呀，我们大家伙肯定听你的，你们别执迷不悟了，大家再不拼一把的话，全都得被嘎。你们还在犹豫什么？如今只有团结起来，一起拼一把，才有可能还有活路。难道非要等着别人刀放你脖子上，你们才想起反抗吗？保安大叔的激励果然起到了作用，想着大家如果拼一把还有活路，大家纷纷开口同意了，听从德发的指挥。德发大哥，以后我们都听你的了，你要我们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们的命就都交给你了。德发和保安大叔二人一唱一和，就这样获得了整个小区的控制权。德发此时淡淡的说道，想让我带领你们这帮咸鱼也可以，但是我丑话说在前面，从现在开始，你们大家都得听我的指挥。如今事态严峻，周围不怀好意的人随时都有可能进攻过来，不服从指挥就是对整个小区业主的背叛，到时候都别怪小爷我不留情面，想偷偷躲起来的，不愿意出力的，不听我指挥的，我见一个嘎一个。在我这一点好果子都没有，丑话说在前面，后面怎么办你们自己掂量一下。我什么实力你们应该领教过了，现在开始希望你们大家
别做让自己后悔的事。全球冰封寒潮末世求生，重生后我花1个亿打造了末世堡垒。此时德发获得了整个小区控制权，开始给业主们分配物资。我丑话说在前面，小爷的食物可不是白给的，多劳多得。你们要是谁敢偷懒不听从指挥的，保证啥也拿不到。就算拿到了，吃多少我会让他全部吐出来。别怪小爷没有提醒你们。业主们看着德发背后的 RPG， 还有地上的那些食物，大家纷纷点头，臣服在了德发的威严之下。既然话都听明白了，那我们就分配一下食物吧。就在这个时候，狗腿帮的几个人闻讯也闯了进来，看到他们周围地上摆着那么多物资，激动的不行。陈总，好多物资呀，这次我们赚大了。那还愣着搞什么？快去抢过来！德发没有拿出 RPG 进行攻击，而是对业主们说道：这些食物都是给你们的，要是让他们抢走了，你们没得吃我可不管。谁要是嘎一个人，我奖励给他3倍的食物。此话一出，原本害怕的业主们纷纷有了动力。这些食物都是德发大哥给我们的，万一被抢走了，我们没有吃的也是会嘎。更何况德发大哥说了，嘎一个人给3倍。说得对，他们就这几个人，我们这一群人怕啥？生死看淡，不服就干。说着，大家很快就从身上掏出一把西瓜刀，就冲了上去。狗腿帮的4个人顿时蒙圈了，本来以为这些怂货会吓得逃跑，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突然跟发疯似的，全都冲了上来。一眨眼间，众人便陷入了乱战。战斗结束之后，地上留下了6具昆体，除了狗腿帮的4个人之外，还有2个业主也被嘎了。不错不错，大家看到了吗？只要我们团结起来，我们就无所畏惧。德发看向前方，朝2个出力最多的年轻人指过去。对，就是你们2个。那2个年轻人面对笑容，很快的就来到德发面前。干得不错，这箱食物是奖励给你们的，只要以后还能这么卖力，我保证你不愁吃穿。那2个人激动的眼泪都流了下来，他们已经饿了好几天了，这些食物足够他们吃1周了。德发大哥，我们一定全都听你的，你这也算救了我们的命，以后你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干。奖励完了2个出力最多的小伙子，德发对其他人说道：好，该给你们分配食物了。刚才的表现德发全都看着，出力多的他就多给1点，出力少的他就只给1点。不过大部分人得到的只是1颗白菜或者1颗很小的水果。此时德发指着曾经的地产老总王建森，王建森赶紧跑过来，伸出手说道：该给我分配食物了吧？德发有些鄙视地看着他，随手拿着1块糖果放在他的手里。这就是你的食物。王建森看着眼前的一点点糖果，心想自己哪里受过如此屈辱，一股愤怒感笼罩了他的心头。你这算什么？凭什么我就只有这么点东西？凭什么？凭什么啊？我都怀疑你怎么有脸狗叫的。刚刚别人都在动手的时候，你从头到尾都在摸鱼，在一边叫的挺大声，人你碰都没碰到过，给你这些都是我慈悲了。王建森非常狡猾，冲上去的时候他喊的声音最大，但是光打雷不下雨，声音很大，只是在一边看着，不知道的以为他才是老大，他是当老总当习惯了，真把别人都当傻子了。这和我没关系，他们就这几个人，我根本没有出手的机会。那是你的问题，过程我不关心，我只要结果。德发，你这样不公平，太不公平了，你分明就是在针对我。呵呵，公平？你是不是出门忘吃药了？你算个什么东西？有啥资格和我谈公平？是你飘了，还是小爷我拿不动刀了？你以为我是在和你讲道理？我是在命令你，懂吗，狗腿子？德发转头看了一眼旁边的菜鸡和阿坤说道：像这种不听我指挥的，影响小区所有人利益的害群之马，不用我多说了吧？怎么处理你们懂了吧？他们2个立马走过去拽住王建森就是一顿揍。被揍到奄奄一息的时候，德发才让菜鸡和阿坤停手。虽然王建森是个垃圾，但是以后当作炮灰还有用。德发此时对众人说道：这就是不服从领袖命令的下场，也怪小爷我无情，我这个人非常公平，丑话都提前和你们说了，你们谁要是认为我不公平的，现在就可以放下手里的食物，堂堂正正的离开，小爷不会找他任何麻烦。业主们互相对视，没有一个人不愿意跟着德发的，如今食物就是他们的命，德发就是给他们续命的人，他们怎么可能离开？看来大家都愿意跟着我，那么我们就达成共识了。德发此时走到王建森身边，对他说道：下次希望你能听话点，再有下次就不会让他们停手了，记住小爷我不养垃圾。此时人群中突然发出一声急促的呼喊，正是德发的前女友白小倩。德发哥哥，倩儿也想要食物，你是不是把我忘记了？没有忘掉你们啊，你们几个本来就没有。凭啥别人都有，到我们就没了？白小倩更是无法接受德发说的话，立马来到了德发身边，委屈地问道：德发哥哥，我是你的倩儿呀，你不是非常喜欢倩儿的吗？你刚才说的话肯定不是真的，对不对？你前几天不是说喜欢倩儿吗？你说的没错，小爷是说过喜欢你，你不会当真了吧？大家逢场作戏罢了，都是出来玩的。你是什么人，你自己最清楚，你对我没有任何新鲜感了，麻烦你以后不要过来烦我，我已经有女朋友了。德发说完，立马把赵丽丽搂进了怀里。
这不是真的。德发哥哥，明明前几天你还喜欢倩儿的，还想让我住进你家堡垒中，为什么现在又这个样子？你肯定是骗倩儿的，对不对？你说那个呀，我就是故意耍你的，你不会当真了吧？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有多可笑。德发立马看向对面的刘梅和林素素，然后对他们说道：“她是不是天天跟你们说我多喜欢她，多爱她，对不对？”是呀，这个女人真丢人，就知道做白日梦，这种赔钱货也不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她还害死了我表弟富强，她真的该被嘎。别说了，求求你们别再说了，我的脸都丢尽了。你以为你自己是公主呀？天天去调戏富二代，却不知道自己在富二代圈子都出名了。谁不知道你是给钱就能那啥的人呀？你估计都已经千疮百孔了吧？德发看向刚刚起来的王建森，对他说道：“王总，你说说他在你们圈子里他的外号叫什么？”公交车加长板万能插座普拉斯。众人此时传来一阵爆笑。想不到我们小区里还有这样的乐色，我之前还偷偷喜欢过他。早知道花点小钱就能为所欲为，我还那么处心积虑的干啥？这种人真的太恶心了，我都怕传染给我。真是个名副其实的公交车呀！闭嘴吧，跟小爷谈判，你们有这实力吗？信不信我让你们走不出这个门？全球冰封寒潮，末世求生。村委会王大妈以为自己的孙子已经死了，在饥饿中竟然把他给吃了。王大妈此时已经被愤怒憎恨冲昏了头脑，把所有怨恨都怪到德发头上，顿时手拿一把西瓜刀就朝着德发冲了过来。顿时一精力，一瞬间拿出盾牌停下，然后一脚把他踹飞出去。你这个欠嘎的老东西，想死吗？还好小爷我机智，不然还真被你得逞了。此时蔡姬等人听到声音，也带人赶了过来。德发老大，您没事吧？我没事，这个不要命的老疯子竟然要嘎我。此时蔡姬非常愤怒，转头对着王大妈说道：“德发老大，现在可是我们整个小区的救星，是我们所有人的希望。就凭你这老家伙还想嘎他？德发大哥，要不让我直接把他嘎了算了，反正留着也是祸害。”不用了，这个人交给我，我来处理。你走吧。蔡姬不敢违逆德发的决定，乖乖的离开了这里。此时赵丽丽听到了声音，也跑了过来。德发哥哥，你没受伤吧？需不需要治疗？德发指着王大妈的脑袋，冷冷的说道：“就凭这老家伙还伤不了我，幸亏我及时拿出震惊盾挡住，不然真被他得逞了。”此时王大妈愤怒的抬起头对德发说道：“德发，你这个小可爱，我要嘎了你，给我孙子偿命，给我孙子报仇。德发，是你害死了我孙子，我要吃了你。”德发疑惑的说道：“你孙子又不是我嘎的，跟小爷我有啥关系？你是不是找错人了？”王大妈恶狠狠地瞪着德发，咬牙切齿，像极了一条发疯的狗。我的孙子就是被你害嘎的，我恨不得喝你的汤，吃你的昆体。可是我真的不记得什么时候嘎掉了你的孙子。严格来说，我还是你的恩人，因为是吴霸天的人踢死你的孙子，后来我帮你嘎了吴霸天，你该感谢我才对啊。闭嘴！我孙子当时还没嘎，后来是因为没有药物治疗，才活活疼嘎的。如果你给我物资，他就不会嘎，你就是罪魁祸首。其实我这个人最有爱心了，我怎么可能忍心看着一个孩子活活疼嘎呢？所以后来我和赵大夫去你们家送过药的。你撒谎，少骗我，别糊弄我了。我说的可句句是实话，我真的去过你家。你仔细想想，好吧，也许你当时在忙着吃东西，你吃得太起劲，所以没注意到我。好像我当时过去的时候，你正在忙着吃肉呢。确切的说是在狼吞虎咽。你的孙子王小明，那个时候确实还没嘎，他只要吃了我的药，就可以健健康康活下去。但是你又做了什么？那天我们过去的时候，发现你正在把你孙子一块一块嘎下来，在开心的享用。听到德发说的话后，王大妈脑子里更加凌乱，她的眼睛里掠过一抹惊慌失措，因为她记得在她孙子嘎了后，她为了活下去，的确不得已把他给享用了。味道嘛就不用多说了，大家懂得都懂。不可能的，小明当时已经嘎了呀，你肯定是骗我的，都是德发你害的。不信的话，你可以问问赵大夫，当时是我们两个人一起过去的。对呀，当时是我和德发说的，德发同意送药过去，可是你没等到药送过去，就趁着他活着的时候，急不可耐的把他给……赵丽丽再也说不下去，她也觉得有些恶心。毕竟那天何德发回来的时候，她在卫生间吐了很久。毕竟那场面对于一个女生而言，确实难以接受。像王大妈这种人，为了自己生存，连自己的孙子都能下得去手，已经完全超出了做人的底线。牛马都比他强10000倍，简直连猪狗都不如。不是这样的，德发你肯定是骗我的，小明他不可能还活着，我清楚的记得他已经嘎了的呀，你骗我的，肯定是你在骗我，对不对？闭嘴！像你这种对自己至亲都能下去手的人，在如今末世，就算所有人再没底线，也不会像你这样对自己亲孙子动手。你是怎么下得去口的？那可是你的亲孙子，你到时候怎么和他外在的父母交代？难道你到时候和他们说，你把他们的儿子、你的孙子给吃了吗？不可能，不是这样的，你骗我的，我真的以为他当时已经嘎了呀。我等了好几天，直到自己实在受不了才吃的。一开始我告诉自己就只吃一点点就好，可是后面越来越饿，才没忍住全都吃了的。看见了吧，
这就是王家的好奶奶。奶奶为了一口吃的，为了自己的狗命，连自己孙子都下得去口。你多大了？你孙子才活了几年，别人都是为自己孙子舍命，而你呢？算了，我是真说不下去了。像你这种人要怎么改变？像你这样的人怎么能称为人？你这种人就算打你1万次都不够。德发立马掏出枪，对着王大妈狗头就拍了好几枪。一瞬间，王大妈立马领悟了饭。我记得上一世的时候，这个王大妈只是鼓动大家对周围的邻居下手，没想到这一世连自己孙子都不放过。果然末世面前，人的真面目都一一展现出来了。此时附近所有小区都畏惧德发，派出5个代表和德发谈判，一言不合就要开干。你们就是几个小区的代表？好呀，都来了，不错不错。没错，我们是代表附近几个小区来和德发你谈谈的。可以，那就谈谈吧，小爷我洗耳恭听。德发兄弟，如今冰封末世，你也知道现在情况艰难，大家都缺保暖用品，缺物资，大部分人都被活活冻嘎了或者饿嘎了。我听说附近几个小区都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再这么下去，大家根本无法正常生存下去。我们也没有针对你，只是大家都是为了生存，不得已才坐在一起谈判。闭嘴吧，跟小爷谈判，你们有这实力吗？信不信我让你们走不出这个门？少废话，直接谈条件吧，快给我点关注，小爷保证你暴富。此时德发从气势上把对面5个人压制得死死的，一瞬间主动权掌握在了德发手中。我让你们笑，带着笑声去地狱。全球冰封寒潮末世求生，附近几个小区代表约德发和谈，被德发的威严震慑住了。行了，说说吧，让我听听你们想要什么。德发先生，我们想要的就是一些必备的生活物资，首先是食物，其次是取暖所用的物资。德发先生，您看可以吗？如今末世，大家现在的物资全都不够用呀。德发也没有多说什么，立马把 RPG 就放到了桌子上，顿时5个代表脸色大变，下意识的想要逃走。德发，别冲动，千万别冲动，你这是想干嘛？就算你把我们都给嘎了，附近几个小区的人也不会放过你的呀。对呀，德发先生，您有什么不满意，可以对我们说，我们可以慢慢谈。你们怕什么？我只是觉得这东西有点碍事，拿出来扔桌子上放，大家别紧张嘛。但是你有句话说的不对，如今放眼整个末世圈，谁不知道我张德发？就凭几个蝼蚁想动我，来再多我也不怕。好了，你们大家继续谈吧。他们5个人被德发刚才行为直接震惊到了，没有一个敢开口说话。那小爷我就直说了，你们刚才提出的条件我是不会答应的，你们可以听听我给的合作条件，你们看看可不可行，不接受没关系，那就开战。此时5个代表脸色非常难看，实话实说，就凭他们几个，再加上好几方联手都不是德发对手。这样吧，我可以为你们提供物资，主要是吃的，但是数量有限，每个小区每栋楼我只提供10个人的分量，具体这些食物分给谁我不管，谁来分我不管，这样我每天都要负担500多人的物资，已经是我能承受的最大范围了。每栋楼10个人的物资太少了，光我们楼里活人可是有68个，你每栋楼才给10人份的，那到时候我们怎么分？我觉得你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小爷并不欠你们的。好吧，谈不成我们直接开始打。等等，张涛，你别急着代表我们大家，我觉得这个物资的数量还是可以再谈谈的，每栋10人份是少了点，德发先生您看还能多给点吗？每天要提供500人的食物，你们觉得很少吗？行吧，觉得少那好，小爷我啥也不给了，满意了吧？刘伟看了看旁边张涛和陈启明，急忙对德发说道：别啊，德发先生，我们不嫌少了，您可以先说说别的条件。行吧，接下来就是我为你们提供物资，但是小爷的物资不是白拿的。这样吧，我身上有一批种子，我觉得我们可以种植农作物，以此来获得持续稳定的食物。你们应该都会种地吧？德发先生，那么冷的天气，根本没法种地啊。话不能说的太绝，你们要是觉得小麦不行，我这里还有其他种子，小米、大米、玉米，总有一款适合你们。德发别闹了，你看看外面多少度啊！再说了，冰天雪地的种哪里啊？冰天雪地又怎么样？你们不是也活下来了？至于种在哪里，这个问题好解决，你们只要大家把雪刨开，下面都是土地。德发先生，如果你想让大家给你种地的话，就必须提供足够的食物，这样一来500份的食物未免太少了。闭嘴，我需要的人几10个足矣，每栋必须都派人整理出农田，根据你们的劳动进度领取物资，毕竟小爷不养闲人。如果你们同意我说的条件并且执行，我会保证你们食物的质量，将来毛子、华子或者羽绒服、医疗用品等也可以陆续提供。此话这一出，顿时就有人坐不住。陈启明立马激动问道：德发，你真能搞到华子吗？陈启明他们都是老烟民了，他们可以不吃饭，但是不抽烟真的会疯掉。小爷实力摆在这里，答不答应你们自己想想吧。德发，只要你保证我有烟抽，我绝对答应你，但是说好了一天最起码得给我2包。我们也是和他一样的条件，胃口不小呀。你们5个人我一天最多只能给你们1包，多了我也没有。陈启明和刘伟赶紧答应，
就怕德发反悔了。那我们可说好了1天1包啊，你可一定得给我们带来。那这么说，我们今天的谈判就达成共识了。此时几百人准备趁着谈判偷袭德发，一举拿下东墙小区。不过德发已经察觉到了一切，你们是不是早就安排好了人，打算趁着和小爷我谈判的时候搞偷袭是不是？你说什么呢，德发先生？没有呀，我们还在这呢，怎么可能偷袭你？这不是拿我们的命开玩笑呀。好吧，记住回头你们给我好好查查。现在嘛，小爷让你们见识一下我真正的实力。德发瞬间来到楼下，立马从衣间拿出来的一把梨花开山斧，然后对众人说道：小爷的地盘你们都敢来，真不知道谁给你们的勇气。梁静茹嘛，既然来了就全留下吧。众人看到德发一个人拿着一把小斧头来威胁他们，众人此时发出一阵嘲笑声。德发看着执迷不悟的众人，立马一个箭步跳跃来到了空中。此时德发像是战神附体般，在空中大声对众人喊道：我让你们笑，带着你们的笑声去地狱。此时德发的手指站，摇身一变，变得巨大无比。天空此时乌云四起，压迫感笼罩了整个山区。一瞬间，德发朝着众人就劈了起去，一阵巨大响声过后，一群人当场立马领盒饭，没领盒饭的也吓得逃跑。就这点胆量还敢偷袭小爷，粉丝宝宝们说对不对？麻烦长按屏幕，德发我更并非的小花花，德发护理周全，以后你就是我的人了。全球冰封寒潮末世降临，德发被5个小区代表在楼上拖住，一群人准备偷袭德发，被德发用开山斧全部拔。我的实力你们都看到了吧？如果你们还有什么不满，那些人就是你们的下场。我的条件你们应该都考虑好了吧？德发，我同意你提出的那2个条件，我们也没意见。随即是王刚和刘峰2个人，他们2人什么都没有说，估计是不知道怎么说话了，只能举起手表示同意。刘伟看到其他4人都已经妥协，自己也不甘地举起了手。我也同意你的要求，那就这么定了。明天开始你们全部开始劳动，然后等到明天下午我会通知你们几个代表过来领取物资。丑话我可是说在前头，你们一定要好好劳动，我会一直盯着你们的，谁敢摸鱼不干活的，到时候别怪我无情。几个人纷纷点了点头，表示同意。因为德发背后的 RPG 可不是开玩笑的，刚才德发的举动大家都看到了，一斧头就嘎了几十人，他们可都不想现在就被嘎。行了，你们都回去吧。5名其他小区代表离开之后，东墙小区的业主们心里可算松了一口气，然后赶紧跑过来询问德发谈判的结果。他们在我的实力威慑下，被迫只能选择妥协，但是需要每天为他们提供500人份的食物来换取和平，并且你们所有人都需要参与到劳动当中去，将来开发新土地，进行农业重新规划，一切都是为了以后的生存。每天要给他们500人份的食物，德发你能做到吗？而且把食物都给了他们，我们小区可怎么办啊？所有人都非常不理解德发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条件，毕竟德发在做决定的时候也压根就没有和他们商量过。此时德发不急不缓地解释道：如果不达成这个协议，你们想怎么办？真的打算和其他几个小区上千号人开战？小爷我是不带怕的，他们再多人我也不会怕，可是就凭你们能顶得住吗？周围一群邻居面面相觑，没有人还敢有脸说话了。毕竟整个东墙小区的战力99.99%都在德发一个人的身上，德发要是生气撒手不管，抛弃他们的话，自己照样能够活得很好。可是就算给他们500份食物，他们也不够分，还不是要被分不到物资的小区里的其他业主们给嘎掉？你们也不用太担心，我手里有大量的食物和物资，无论如何我都不会让你们饿死。业主们听到了德发满意的答复后，高兴的纷纷离开，只有保安大叔留了下来，一脸痴迷的看着德发好久，仿佛他从来不认识德发这个人一样。保安大叔，您老别这么一直看着我，难道我脸上有花呀？没有，我只是觉得你今天的举动有些奇怪，完全不像你了。你是不是搞不懂，为什么我会跟他们达成那样的合作协议？确实，总觉得妥协不像是你过去的风格。跟他们合作只是我的一步计划，我今天本来是打算把那些小区代表都叫过来，然后全都嘎掉的，到时候附近几个小区群龙无首就会重新陷入混乱的状态，那样的话我们的机会不就来了？可是今天他们只派了5个代表过来，虽然是势力最大的5个楼长，但就算嘎了他们也没什么用，毕竟周围的其他人已经形成了连锁状态，结成了同盟。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就必须表现的弱势，先忍耐，示敌以弱，让他们认为我不敢同时跟几个小区同时开战，被迫向他们妥协的。懂了，原来事情是这个样子，这就对了嘛。我还在想你之前的做法完全不像你的性格。保安大叔，你明白了吗？虽然听不太懂，但是感觉很有道理的样子。我这是在给他们挖坑。首先第一就是物资的数量有限，每栋楼只有区10份食物，这样一来以后的物资肯定是不够吃的，毕竟如今末世人们为了生存，什么事情都能干得出来。等到我给他们分配食物的时候，所有人都看得到。可是各个小区的代表把食物和物资领回去之后，如果他们并没有发给小区所有人，你猜这个时候各个单元楼会发生什么事情？这样他们就会内乱，纷纷开始反抗。对，就是让他们内乱，得不到食物的业主们会从刚刚得到希望，
然后深深陷入更深的绝望的深渊之中，一念天堂，一念地狱，那种痛苦比死了都要难受，他们就会狗咬狗互相干起来。德发，你实在是太聪明，太可怕了。可是你为什么还要让他们种植农作物呢？如今冰天雪地，想要种植农作物根本不可能吧？保安大叔，有些事你一定要透过表面看到本质，千万不要把简单的事情想复杂了。我让他们种地只是单纯的激化他们的矛盾，同时消耗他们的体力罢了。毕竟现在他们只有不值钱的体力可以消耗了，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我明白了，现在我们一家子活下去的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了，你让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保安大叔，那好，接下来咱们就继续按照计划行事，然后看看后面事态会发展到哪一步吧。德发跟保安大叔说的只是一部分计划，事实上他还有更多的计划没有告诉他，因为德发已经知道东墙小区的业主已经有人私下里勾结其他小区周围的人了。全球冰封寒潮末世求生，重生后我花1个亿打造了末世堡垒。第二天的时候，除了刘伟之外的所有业主代表在领取完德发物资后，都没有给普通业主发放任何物资，于是业主们为了争夺物资纷纷开始干了起来，一群业主全被嘎了，小区周围变得空前的热闹，这正是德发的计划。此时德发走出小区，眼前的景象让他也忍不住震惊，小区周围雪地上躺了好几十具昆体，可以想象昨天夜里经历了怎样一场人性的物资争夺战。东墙小区的业主们站在门口，所有人都被眼前一幕震惊到了。德发，今天还用种植劳动吗？德发看了一眼保安大叔，又看了一眼旁边的那些业主们，然后不屑地说道，如果你们不想像他们一样成为一具昆体的话，就必须听我的指挥，全部投入到劳动中。还是那句话，小爷不养闲人。业主们心里在想，比起这些被嘎掉的，他们简直活得太好了，最起码不用去拼命争夺那为数不多物资，不就是劳动，如今末世能生存就行，其他的不重要了。是，德发大哥，我们马上就开始劳动，马上就开始干。德发，附近其他小区貌似没有人出来劳动的，要不要我通知他们出来？我看到了。你觉得他们现在还有空去劳动吗？昨天晚上只是计划中的开始，接下来这场冲突会发生在各小区的代表和普通业主之间，除非他们能合理的分配食物，否则绝对会有一方彻底灭亡。才1个晚上而已，他们人这么多，1个晚上哪里嘎得完啊？德发，那我们接下来的计划怎么做？这件事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让他们互相嘎吧。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女人走了过来，来的人正是环大小区的楼长李美婷。德发，我想跟你重新谈谈合作的事情。哟呵，你能跟我谈什么？如今几个小区变成了这个样子，早晚会崩溃的，内部分歧很大，我们根本无法管理失控的业主。即便你有再多的物资，将来也肯定会有人仗着武力多拿，这样一来分配不到的人就会反抗，内部矛盾就会一直被激发，然后所有人被嘎的会越来越多。然后呢？你说这么多，到底想表达什么？德发他能不知道会是这样一个结果吗？因为如今景象就是他一手策划。我来帮你用系统的管理方式来管理附近小区，这个模式好的话，甚至别的地方也可以用到。如今是末世，全球的管理体系全都陷入混乱，哪怕我们建立一个国家都不成问题。由你来当这个领导者，我来给你当参谋，你觉得怎么样啊？你这计划好牛呀，可是我没兴趣。你这么厉害，你怎么不上天呢？你说的话小爷不想听。可是再继续下去，说不定哪一天我们也会被嘎的。等等，把那个门字给我去掉，是你们会被嘎，我德发可不会。你说说，你一个女人在如今末世，一个人很难生存下去，你老公呢？早就分了。哦，原来是孤家寡人啊。我不是孤家寡人，我还有一个女儿，她在米国留学，我的生活不需要依靠男人。分了之后，我自己带着她，从一开始给别人打扫卫生，在餐厅做饭，一步步走到今天，最后成了一家准上市公司的总裁。我不比你们任何一个男人差。德发，如果你因为我这个原因不跟我合作，那一定是你的损失。哟呵，给你科普一下啊，只有集团性质企业的一把手才能叫总裁，你这样不知名的小公司一把手只能叫老板。话不能这么说，谁也没有规定总裁只能是集团的一把手吧？行吧，小爷不和你犟，那你继续当你总裁吧，有本事别吃我提供的食物呀。行了，我先走了。此时德发回到堡垒，立马拿起手机给刘伟打去了电话。刘伟啊，我想知道你们小区的业主为什么没有因为食物的问题干起来，其他小区都因为食物的分配问题已经干起来了，唯独你们小区没有发生这种状况，我就是有点好奇，你是怎么隐瞒了这个消息的？德发，我根本就没有隐瞒任何消息，从一开始我就把谈判的结果告诉了我们小区的所有业主。这个结果完全出乎了德发的预料，德发他很意外，刘伟敢这么做就不害怕小区内部出现动乱吗？明明每栋我就给了10人份的食物，根本不可能让你们所有人都生存下去。
可他们为什么不动乱？刘伟似乎猜到了德发质疑他的问题，然后无比平静地说道：我们这小区里的所有人都不希望自己失去人性，所以有10份饭我们就平分来吃，有1份饭我们同样分着来吃。可是你们这样做是在自取灭亡呀，到最后可能一个人也活不下来，别以为自己很聪明，可实际上你却做了最愚蠢的事。德发，那你能不能再帮帮我们？不可能，绝对没有这种可能。德发回答得非常坚决，不给对方留一点商量的余地。凭你的能力，完全可以拉拢一批亲信来瓜分利益，保证自己可以在末世当中生活得很好。可是你瞻前顾后，优柔寡断，什么都想保护，最后你会发现你什么也保护不了，因为你根本没有这个能力。你这么做就等于害了所有人，大家都是成年人，都要对自己做出的选择负责。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那你就靠自己能力走下去喽。全球冰封寒潮末世降临，德发像平时一样给业主分配食物。此时张涛拿出了一把枪，立马对德发开枪。突如其来的偷袭让德发震惊不已，下意识的不知道怎么闪避。就在这个时候，保安大叔猛地跑过去挡在了德发的前面，连续给德发挡了好几枪，被打倒在地。在场来的几十人都是为了嘎掉德发而来的，他们都怨恨德发分配物资太少，把一切怪罪在德发身上，就连德发身边的菜鸡和阿坤都被他们收买了。全都给我上，一起嘎了德发这个小可爱，只要嘎了他，他的食物和堡垒就是我们的。保安大叔，谢谢你救了我一命，接下来交给我，我会嘎光他们为你报仇。德发立马从异空间拿出加特林和 RPG， 对着他们就开始无差别射击。德发首先对着菜鸡和阿坤就是一顿扫射，因为德发最恨叛徒。此时德发已经被愤怒冲昏了头脑，见到有站着的人就扫射过去。怎么没人跟我说他有加特林呀？大家快跑，快跑啊！张涛和陈启明等人刚想跑，此时德发拿出 RPG， 一发火箭弹射出，一群人当场领了盒饭，还剩下几个人瑟瑟发抖地站在雪地里，举起双手，一脸惊恐和恳求。德发不关我们的事啊，我们只是过来打酱油的，拜托不要嘎我们，我发誓真的和我们没关系。此时的德发已经听不进任何鬼话，掏出手枪送他们你们盒饭。然后德发把枪口对准了还活着的最后一个人，正是昨天环大小区的楼长李美婷。李美婷此时吓得不行，眼泪流个不停，连忙向德发道歉。德发，求求你放过我，这件事真不是我的主意，我求求你，你要相信我，我还有一个女儿，我要是嘎了她怎么办呀？我还要等着她回来。德发冷冰冰地看着他，然后一声枪响送他领了盒饭。如果不是我有装备，我的下场肯定更惨。你们这些人早晚都会嘎，既然活着那么辛苦，还不如让我送你们解脱，我这也算做了件好事，你们应该感谢我才对。德发立马回到了保安大叔的身边。保安大叔，你醒醒，快醒醒！德发看着保安大叔的身上弹痕，子弹应该没有打中心脏，德发也不知道他还有没有的救。东墙小区的邻居们胆战心惊地站在那里，他们全都被德发刚才的表现给吓傻了，直到现在都不敢靠近。你们都给我过来，把保安大叔送到我堡垒去。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一定给我救活保安大叔。你所需要的药物和医疗器械告诉我，我会全部提供给你。赵丽丽看了看保安大叔的身体后说道：情况很不乐观，受伤的位置都很危险，要是伤到了内脏的话，可能以现在的条件就没救了。你尽力吧，我真的不希望保安大叔就这么嘎了，他是为了救我才受伤的，也算是我的救命恩人。德发看了一眼病床，经过一晚上治疗，看着保安大叔身体恢复了许多，德发此时松了一口气，看样子保安大叔的命是保住了，这样他就不算是害死了自己的伙伴，用不着太愧疚。丽丽一晚上辛苦你了。他毕竟是因为救你受了伤，能帮上你的忙，我很开心。保安大叔的身体恢复的怎么样？需要多久能康复？还是说只是回光返照？他受的伤很重，其实一开始我都没把握救活他了。那后来是用了什么方法救活他的呢？本来他的心率都接近0了，可是突然之间他的身体似乎产生了什么变化，机体的活性迅速增强，他连伤口都快速愈合了。这件事情我也没有办法解释。德发听完赵丽丽说的这段话后，心头一惊，这种变化他再熟悉不过了，因为在他自己的身上就发生过一次，很可能保安大叔是觉醒了某种异能。保安大叔既然变成了除了我以外的第2个觉醒异能的人，濒死的状况难道会觉醒异能吗？这可能就是觉醒的先决条件之一。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条件未免也太过于苛刻了吧。丽丽，从现在开始，你每天要给保安大叔注射一定剂量的肌肉松弛剂或者镇定剂，不能损伤的身体，但是要限制他的行动。赵丽丽有些惊讶，但是略微想了想，便猜测到了什么。那个保安是不是也像你一样觉醒了某种异能？我想应该是的，但是对这种事情我们毫无经验，也不清楚他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子。你知道绿巨人吧？他就是被伽马射线影响导致的变异，万一保安大叔也变成了浩克，难以控制，很大几率会把我的堡垒给拆了。这个简单交给我就好了，我会让他暂时动不了的。德发处理完了家中的事情之后，就来到了东墙小区。有一件事情也是时候去做个了结了。德发来到白小倩和林素素等人所居住的房间，房间没有电，光线非常的暗。看到此时的白小倩正在吃狗头。哈喽呀，白小倩。德发看了看地上的昆汀，
通过身上残留的衣服，德发判断出来那是属于林素素的。怪不得我不给你食物也能苟活到现在，真不愧是好闺蜜啊！德发，你为什么还活着？为什么那群邻居他们那么多人，连你一个都打不了？他们真是乐色！你这公交车，你以为自己偷偷联系陈启明那些人，又策反了蔡姬和阿坤就能嘎掉我？你真是太愚蠢了！就你这种智商，活该被人当成玩物耍来耍去，最后活成如今的现状。德发，我真恨你，我有今天都是你造成的。明明你一直是喜欢我的，可为什么突然就不喜欢了？还不给我物资，这是无耻的背叛！你连我这么一点考验都做不到，你还是男人吗？原本只要你再坚持那么一下下，我就答应嫁给你了呀。可是你为什么要为了那个臭女人丢下我？我恨你，我恨不得亲手把你和那个臭女人给嘎了，吃了你的昆体。臭女人少废话！你以为我来干嘛的？我就是来送你上路的。德发，你就放过我吧，我不想被嘎呀！求求你放过我，德发，我给你看我的昆体好不好？德发，放过我，放过我呀！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倩儿真知道错了，真的知道错了。如果不是你次次想暗算我，我还会让你苟延残喘的活着。可惜你做错了。德发此时也不废话，一枪让白小倩领了盒饭，就此白小倩下线。全球冰封寒潮，末世求生。此时王建森跪在地上求德发饶命，还说要告诉德发一个好消息。德发兄弟，你别嘎我，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小朋友，你不要耍花招哟，不然我就马上嘎了你。德发大哥，你应该听说过江南首富高启强花10亿美金打造的超级堡垒吧？难道你知道这个堡垒在哪？这个消息你为什么要告诉我？我告诉你这个消息，就是为了跟你混。只要德发大哥收了我，我就帮你拿下这个堡垒。你把我当笨蛋呀？如果你真能拿下，你自己早就去拿下了，何必和我说？德发大哥，虽然我知道具体位置，可是现如今高启强是那里的主人，靠我一个人的力量根本夺不下来，因此我才来向你求助。只要你愿意收了我，提供给我物资，我就会不顾一切的支持你。既然是超级堡垒，哪有那么容易攻打下来？德发大哥，只要我帮助你，就一定可以拿下堡垒。我不光知道那个堡垒的位置，而且我还曾经进去过，里面的布防我都还记得。你要是敢骗我，后果你应该清楚吧？德发大哥，我说的都是真的，你要相信我。德发现在就嘚瑟吧，等老子把你骗过去，就和高启强联合起来嘎了你。说一说吧，你能帮助我什么？其实我和高启强关系不错，我把你的情况和他说了之后，他对德发大哥的手段和拥有的物资和武器也很感兴趣，所以我们可以里应外合，假装我把你骗过去，然后让高启强开门，到时候凭大哥你的本事解决他们，不是轻轻松松吗？我可以收你，但是想要我完全信任你，你就给我把这毒药吃了。放心，只要我们拿下高启强的堡垒之后，我就会给你解药。我的天，真的是毒药！我不要吃，我不要！德发，你别过来，这可就由不得你了。事已至此，你吃也得吃，不吃也得吃。说完，德发就把毒药塞进了王建森的嘴里。好了，我暂时可以相信你了。接下来有什么事，我会单独联系你的。保安大叔，你醒了，谢谢你救了我。德发，幸好你这里有医生，不然我可真的嘎了。听说你把陈启明那些人都解决掉了，你真的太厉害了。一群蝼蚁罢了，不值一提。在我的火力压制下，就凭他们藏的那一把破枪，根本对我没有用。保安大叔惊讶不已，脸上尴尬极了。他当时豁出命去帮德发挡子弹，没想到却是白挡了。也怪我没有提前告诉你，谁能想到他们会突然就暴乱呢？幸好您没事，不然的话我会很自责的。不，我也没能帮上什么忙，还麻烦你救我。您能够有这份心，我已经很感动了。你好好养伤，剩下的交给我。我感觉自己现在全身有力气，但是用不出来，胳膊都抬不起来。再这个样子下去，不知道要麻烦你到什么时候。没事的，安心养伤，其他的交给我。德发和王建森找到了高启强的庇护所，然后用枪指着王建森说道：“这就是你说的那个堡垒，你过去把门给我打开。”你稍等一下，我这就给你开门。堡垒的控制室里，高启强站在监控前，盯着德发等人。此时王建森一直在磨磨蹭蹭不开门。德发他拿起手枪对准王建森说道：“敢耍小爷，信不信我现在就赶了你？”德发，不要呀，我能开门，一定是能开门的，你再让我多试一试。他鬼鬼祟祟地靠近大门，实际上是在给监控使眼色。控制室里面，高启强听懂了王建森的意思，那是在告诉他，如果这一回没有拿下德发，他就会嘎；如果我嘎了，就没有人可以帮他把德发引诱过来了。高启强想了想，心中其实没有那么信任王建森这个人，可是一想到这座堡垒，从现代防御学角度而言，堪称无解的防御，高启强也没啥好怕的。高启强然后按下了开门的按钮，而此时外面的门已经被打开了，他们来到了一条长长的通道。控制室内，高启强在控制台上按下开关，与此同时，通道内部出现大量的催眠气体，将二人瞬间淹没。可以过去把他们控制起来了。高强度催眠瓦斯气体，只要吸入，就会陷入长达24小时的昏迷状态，就算醒来后，也会短时间陷入无力状态。而他却不知道，此时的德发戴着防毒面罩，
同时利用异空间将身边的催眠气体都给吸纳了进去。然后德发假装昏迷的躺着，而王剑森才是真的昏过去了。外面传的德发有多么神，但是在我看来他就是蠢。我收拾他没有费一点力气。经世这么多年，我花了这么多钱，不就留着现在用的吗？这不是就是预料之中的事情吗？我这座庇护所可是花了几个亿美金打造的，要是连他这么一个小瘪三都对付不了，我的钱不是白花了吗？德发趁着他们在放松警惕的时候，把之前吸收进去的那种催眠瓦斯释放了出来。他们两个说着说着就晕倒在了地上。小可爱，你醒了？你是怎么做到的？小爷，我的手段还多着呢。我们现在可以聊聊合作了，聊得开心的话，我会考虑放你一马的。德发，你不要嘎我，有啥要求你可以说。小可爱别害怕，放松放松。我来的时候你没有要我的命，那我也不会嘎你。德发，我们可以谈谈，只要你不伤害我，要啥都可以。说白了吧，我来这里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在这里建立我的2号堡垒。你可以选择当我的小弟，我会考虑放过你的。你的目的就是搬过来住，你难道不想嘎掉我，然后做这里的主人吗？干掉你我有这个必要吗？不干掉你我也一样可以控制这里，打打杀杀都是野蛮人干的。我德发还是喜欢和平的。我可以答应你，德发，你先放开我。高总，你这样就太不懂规矩了。我已经表现出了自己的诚意，你的诚意呢？你想要什么东西？这个堡垒里的东西我可以让你随便挑，那些东西我都不缺。那个我想吃鱼了，不对，说错了。我呀，希望你把这栋堡垒的结构图和控制权交给我，只有这样子，我才能彻底相信。高启强一脸犹豫，德发不给他思考的机会，直言说道：如果你不交出来，我无法保证自己能安全的在这里生活。我只是想要结构图和控制权而已。再说了，就算你不给我，我自己花点时间也能摸索出来吧。那恐怕你还是很难做到的。我这栋堡垒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控制。高总，好好和你说话不给面子是吧？如果你这样一直不给面子，我现在就可以嘎了你。好，你别急。如果我答应把控制权和结构图交给你，你能保证不嘎我吗？我说过了，我德发这个人非常喜欢和平，而且末世之后，我还希望能够和高总一起吃鱼呢。高启强无奈只能相信了德发所说的话，因为此时他没有别的选择，因为德发随时可以嘎掉他们。不一会，高启强把堡垒结构图和使用说明书交给了德发。德发，现在你可以放了我们吧？别急嘛，我这就送你们两个回老家。德发掏出手枪，两个人立马领了盒饭。从现在开始，这个堡垒的主人就变成我德发。全球冰封寒潮末世降临，我重生后花1个亿打造木子堡垒。王剑森想让德发履行承诺，可是德发翻脸不认人。老王呀，赶紧拿着这些物资马上消失，这些食物够你吃上好几天了。王剑森无法接受，他希望这是他听错了。德发大哥，我没听错吧？明明我帮助你得到了这座堡垒，为啥不收我当小弟？我不想再看见你了，在我反悔前消失。德发大哥，你答应过收我当小弟的。我是答应过你没错，但是我可以不认账。如今末世有实力的人就有反悔的权利，你不接受也得接受。你不能这样呀，德发，你得说话算数。我帮了你这么大的忙，只求你保护我，给我物资，这个条件你都不能接受吗？你这个样子以后会被嘎的，没有人会信任你。那又怎么样？起码我能活得很好。末世当圣母的人才会被嘎。赶紧走，这些食物省着点吃，够你生存1个月了。我对你已经是仁至义尽了。不行，我不走。不走那由不得你。我希望我们之间可以和平解决，而不是让你用枪指着我的头。我不能走，毕竟我身上还有你下的毒呢。根本没有什么毒药，只不过是风干的奥利给罢了。你不会嘎的。王剑森一脸痛苦，又一次的被德发耍了。那我也不走，你要遵守承诺。我帮你拿下了一个堡垒，你就给我这么点东西，这远远不够。跟我谈公平你配吗？你可别忘了，你可欠我一条命。上一次我本来要嘎了你，但是我没有。如果你现在不走，你就走不掉了。别让我改变主意哦。行，我走。德发，你给我记着，早晚有一天我会嘎了你的。王剑森怒气冲冲地朝着通道走去。德发立马拿出 RPG， 一发 RPG 自往他里的盒饭。你觉得我会让一个想嘎我的人生存下去吗？我本来想放过你，你既然威胁我，就凭你也配。所以我不算是忘恩负义。那个时候我们俩就两清了，嘎了你也是活该。德发刚走出堡垒，却被一个温柔的声音给叫住了。请您务必等一下，我有些话想要对您说。听到那个温柔好听的声音，德发彻底确认眼前的那人是谁了。他的眼睛里露出意外而惊喜的神色。你是柳如烟吗？对，是我呀。我已经3天没有吃过饭了，我能不能跟着你？我不想嘎掉。如今末世下，大家的日子都不太好过，你想让我带你走，你得给我个理由。我只想要一口吃的，只要你愿意给我，我可以答应你任何条件。任何条件？这可是你说的。那行吧。德发打消了回东墙小区的堡垒，去接赵丽丽的念头，又返回到了堡垒里。这不是高启强的家吗？现在姓张了。总之你记住这个地方，现在的主人是我。我能不能借用一下这里的浴室？好久没洗澡了。可以啊，随便用。
我出去一趟，你在房间躺着好好休息。哥哥，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一个人有点害怕。你不用担心，我只是出去接个人过来，很快就回来。那好，哥哥你快去快回呀，我会想你的。德发忽然之间脑海中浮现出一个念头，那个我想拜托你一件事，我在老家有一个朋友，人对我挺够意思的，但是他被坏女人给骗了，我想给他找个伴，我想让你帮我这个忙，毕竟你在贵妇圈的人脉还是比较广的。年纪稍微大一点的，你那个朋友不会介意吧？年龄不是问题，我那个朋友40来岁，他个人更喜欢成熟一些的女人。如果这样的话，我可以帮忙。我跟你说的你都懂了吧？我知道你想给我找个家，如今末世我没什么意见，只要他对我好就行。好，你跟我走吧。德发回东墙小区的路上，被4个人4条狗给拦住了。此山是我窄，此路是我开，要想从此过，车和女人留下来。德发冷冷地看着他们，然后他迅速地掏出手枪，对准了那些人。尤哥，第一次竟然敢挡我德发的路，我不想惹事，希望你们识相。这里是我们莽村的地盘，你想过去，留下车子跟女人。德发没想到这群人这么莽，难道当他手里面的枪是空气吗？你们看不到我手里有枪吗？能不能给我点面子？你知道莽村的莽是咋来的吗？就凭你一把小枪，能有几颗子弹？把东西留下，我们可以放你一条活路。那我拿出这个，你们该如何应对？德发对着4个人一发 RPG 就带走他们。此时那4条狗朝着德发冲了过来，德发打开异空间把几条狗收了进去。德发离开之后，很快来了一批人，一群莽村的人看到4具昆体都震惊了。我早就说过了，遇到来路不明的人，不能急着出手，这下子可好把自己给搭进去了。一边的李德彪看了看周边，说道：那个人很有问题，他有雪地摩托车，身上还带着枪，而且狗也莫名其妙消失了，肯定不是一般人。刘老三阴沉着脸，这一次是他带队出来的，现在人赶了，狗丢了回去之后，他很难跟村子里的人交代。感动我们莽村的人，我们不会善罢甘休的。这件事有点诡异，说不定那个人和雷子一样都有超能力呢。我们还是回去请村长打主意吧。保安大叔，你要老婆不？只要你开金口，我就给你送过来。全球冰封寒潮末世降临，我重生后花1个亿打造末世堡垒。因为前几天保安大叔救过德发一命，德发为了报答他，准备给他送个老婆。保安大叔，你要老婆不？只要你开金口，我就给你送过来。好呀，那你就送过来吧。保安大叔单身40多年了，因为经济问题娶不起，此时听到德发要给他送个老婆，保安大叔激动坏了。人在哪呢？德发，我等不及想见见了。他就在门口，我这就让他进来。很快2人来到了客厅，保安大叔看到李美丽后立马认出来了，惊讶地说道：你就是李美丽，真漂亮呀。你好，你就是德发说的那个保安吧？我愿意跟你过日子。2个人彼此了解一段时间后，德发对他们说道：这间房子是我以前买的，现在送你当做婚房，我和丽丽就回去了，不打扰你们的2人世界了。德发，这套房子都是你的心血啊，你送给了我不合适吧？你给我的已经太多了。不用客气，毕竟您救过我的命，对我好的人我会加倍或者10倍对他好，反正也一样。我和丽丽就先回去了，不打扰你们的2人世界了。德发走之前把厨房塞满了物资，足够他们2个人吃1年的了。保安大叔和李美丽把他们送到了楼下。德发走的时候指了指一边的汽车说道：你现在也成家了，以后自己出去找物资，没有车不行，这辆送你了，以后有空也可以去我那里玩。不行，这绝对不行，我不能再要你东西了，你给我的东西已经太多了，我不能再贪心了。再说了，你把车给我了，你怎么办？我随便一点就可以了。德发打开异空间，顿时在雪地上出现了一辆雪地车。好家伙，你管这玩意叫随便？你这辆车也是最新款，都是雪地防滑的，我就开过几次而已，谁让你救过我，我只好忍痛割爱了。好厉害，这就是空间吸引能力的强大吗？真让人羡慕。德发在开车回堡垒的路上，却被一个风系异能者操控的一道龙卷风拦住了去路。德发打开异空间，把那道龙卷风收了进去。怎么回事？我的风本来马上都要打到那个人了，怎么就突然之间消失了？因为操控那道龙卷风对操纵者的他而言消耗很大，身体被掏空了一样。雷子，你没事吧？我没事，他肯定也是异能者，而且我搞不清楚他的能力。我们先回去吧。德发下车，拿起 RPG 对准他们几个人就发射过去。雷子似乎察觉到了危险，立马挥手，一道龙卷风挡在了他们前面。德发打开了异空间，对着雷子他们刚才那道龙卷风就还了过去。2道龙卷风迅速碰撞到了一起，瞬间爆炸，2道龙卷风消失在了原地。有本事的话，你们就追过来，不过下一次可就是在我的主场了。德发没有恋战，而是开车迅速的离开，朝着新堡垒开去。赵丽丽很快来到了2号堡垒，2个女人也碰面了。怎么是你？你怎么在我哥哥这？你们2个难道认识？她是我表姐。德发也没想到自己的2个女人还是表姐妹，看你们2个的状态是不是有啥矛盾呀？因为她是个戏子出身，京市很多人都在嘲笑我们赵家，甚至我自己也没少因为有个戏子表姐而被人拿来开玩笑。你说我能不生气吗？
可是我喜欢演戏，我很享受被众星捧月的感觉，不行吗？有啥错？你要是靠演技成名就罢了，你自己靠什么活的？你自己没点数吗？好了，别吵了。从现在开始，以前的身份和事情都过去了，你们只要记住，你们现在是我德发的女人就够了。好了，你们去洗澡吧。第二天，一个陌生电话打破了这份安逸。德发看看陌生电话，啥也没想就挂断了。可没想到电话挂断后又再次打了过来。你他喵的谁啊？没完了是吧？电话那头没有回应德发的问题，自顾自说道：张德发，男，25岁，曾经生活在黑市京南区东墙小区28号楼188号，2025年6月搬去东墙小区别墅区8号。他准确无误地说出了德发的个人资料后，德发此时更加的确信对面一定是个顶尖的黑客。他千算万算没有算到，有人会通过网络的方式获得他一个大男人的资料，这人不会是弯的吧？德发顿时有点恶心。我还知道你现在就住在金桥庄园1号，那本来是高启强的住所，看来他已经嘎了吧？好牛呀你！我想知道你是谁，目的是什么？我们现在是邻居，我也住在金桥庄园，不过你可别打我的主意，不然我随时曝光你的信息，你也不希望你的位置让所有人知道吧？难道你跟我说这些就是想威胁我？说白了吧，我看上你手里的物资了。如今末世大家都朝不保夕，你还养着2个女人，也不差多养我这一个人。我希望你把手里物资分一部分给我。就凭这点东西就想威胁我德发吗？记得上一个威胁我的人，坟头草都1米高了，我又不是明星或者大人物，就算曝光出去也没啥影响。你要是想马上被嘎的话，尽管曝光出去，小爷不吃这一套。可是如果让所有人知道你手里掌握了大发发仓库丢失的所有物资，你觉得那时候的局面会是怎么样？你在说什么？我根本听不懂你在说啥。大发发仓库物资失窃和我有什么关系？我只不过是那里一个小主管罢了。都是明白人，别装了。那次仓库失窃跟你有关，哪怕你不是主谋，那么大的仓库，即便你只贪没了1个货架，都够你吃上1年了。我也不怕告诉你我的名字，企鹅集团马申腾，这个名字你应该听说过吧？德发肯定听说过呀。马申腾是国内信息领域首屈一指的大佬，这样一个人物，想要得到德发的信息简直轻而易举。原来是马总，久仰久仰，怪不得可以黑掉我的手机。德发老弟，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你手头的物资不少，既然能够养活2个女人，那多养1个我也不是问题。只要你提供给我维持生活的物资，我就帮你保守这个秘密，而且我还可以帮你维护网络安全，让你不再被人黑。你看怎么样？马总，你是在说笑话吗？你觉得我一个小主管有能力把一整个仓库搬空吗？德发老弟，凭借我多年来的阅历，你以为我没有凭据就会这么说吗？实话告诉你吧，通过你的手机网络得到的情报，大发发仓库的物资我肯定一定在你手上。欠嘎的老家伙，看我不宰了你！德发知道事情藏不住了，只能附和地说道：马总，我手里的确有一些物资，但是大部分都被我卖了换钱，毕竟家里空间不大，不可能存放太多东西。这和我没关系，我只要结果，只要我把这些消息给你放出去，到时候肯定有数不尽的幸存者进攻你，到那时候就算你是猛虎移不过群狼吧。行，我可以提供给你一些物资，但是这件事要是有一点泄露，我会第一时间嘎了你。德发老弟放心就行，规矩我懂，这件事除了我们2个人不会有第3个人知道，那我就当你答应了，合作愉快。